线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最近第一个话题都在第一岛链因为第一岛链上面有一些不同的状态尤其呢在台海也有人觉得是一触即发，因为现在央视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现场画面，好，当然就是他们的海巡对不起，是我们的海巡跟中国大陆的公务船对峙的画面。好，当然也强调在 LOC 水域执行任务。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双方的对峙。你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我在中华民国水域执行我的任务。CJ611轮，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好，观众朋友看到直接对峙的状况，尤其是央视发出的所以这一方呢就是对岸的这个公务船。好，那这当然起火点引爆的就在日菲他们划设了 EEZ 也就是经济水域上面划界但是这件事情引发了一些后续的效应，余波荡漾。好，但是台海到底有没有可能会爆发冲突呢？美国的前防长奥斯汀说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只是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那他甚至还把赫姆兹海峡的危机拿来做譬喻，说会远远超过目前的赫姆兹海峡危机。那台海一开战全球的 GDP 会蒸发8%这是彭博的经济研究估算的。好，他说冲击的规模可能还会超越2008年金融海啸跟新冠疫情，甚至就会面临晶片供应这个遭大幅限缩的局面。好，彭博透露部分台湾的国安官员还坦言说，美国虽然是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但它的可靠性已不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因此也必须同步深化跟欧洲的合作。好，我不知道这个彭博找的台湾国安官员是谁啦，但是这个国安官员真的要匿名不能对外讲不然要被切头了。好，那对照中国大陆现在的解放军确实正在摩拳擦掌。好，我们看到这个是对标阿帕契有中国的直21武装直升机曝光。好，这是中国正在研发的攻击直升机说未来有望执行的就是长程火力支援、武装侦察，还有空中突袭护航以及高威胁空域作战等任务，甚至还被视为是美军 AH-641阿帕契直升机的潜在竞争对手。好，那这个中国的直21其实呢，你可以看到画面大家对于它机腹前安装的这一个大型的矩形整流罩目前的结构用途还不明朗，但是尺寸跟位置说跟现有直升机上面的设备是非常的不一样。那有可能是机腹的监视雷达或是讯号情搜系统，甚至也可能是整合性的副油箱，说可以用来增加作战半径。好，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一些端倪就在思考说这到底是什么用途。那大家就好奇说那中国大陆已经摩拳擦掌了，那美国这边在做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川普有一个伟大的梦就是要做一个川普级的战舰，但大家觉得哇，这会不会变成中国导弹的活靶子呢？好，那因为川普高调宣布川普级的战舰的造舰计划那希望加强美军水面舰艇部队的作战实力。好，那部分的议员甚至认为川普级恐怕会变成中国导弹的活靶子原来是自己国内的议员都不是很苟同。好，也呼吁要对该款的船舰建造计划展开更详细的评估。那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发现美国2024年商用造船量只有占全球的0.1%。好，那中国的占比却是高达53%，所以可以看到这差别很大。那另外一份报告则显示美军恐怕无法在川普卸任之前把川普舰造出来，所以也可能在新政府就任之后
就直接取消，所以一轮才说啊，这是一个梦嘛，那有可能梦会醒，就会幻灭了哈。好，那香格里拉对话之后现在印太的格局呈现什么样子的新动向呢？说中东冲突完全拖住了美国，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印太国家开始抱了一个想法，就是印太安全问题不再是美国优先事项，所以同时中国的军力又在快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印太各国就只好求助于自立自强这条路。好，那我们就要讲到川普现在对于中国是不是蛮恐惧的因为呢，像是美国的国防部他们有更新中国的军事企业名单，那新增了大约是24家被认定协助于中国军方发展的企业，包含大家所熟知的阿里巴巴集团、比亚迪，还有这个百度。好，那就进一步的限缩他们在美国的业务活动，就会升高中美的紧张关系。那华府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则分析说，华府现在已经不再把这些企业视为彼此独立的公司，而是把整个科技的供应链视为有个战略竞争力的领域。他说，美国如今是在这个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待整个科技的体系。好，那川普现在也施压北约的盟国说动用了国防资金来汰除华为等中国网通的设备。那黄仁勋呢，则是这个到美国参议院作证的这件事情他现在是婉拒的那因为他早上的时候刚离开韩国嘛，原本是预计他要这个可能要到美国来参议院作证，但是他现在说这个不出席了。好，那当然，随着美国加强审视辉达在中国的业务以及 AI 的核心地位，辉达确实面临一个庞大的政治压力。好，那当然我们看到第一岛链目前的情况，确实引发大家的关注。尤其只要台海一有风吹草动，我看国际现在都蛮关注，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晶片嘛，这个蛮强的后盾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台海的局势到底是如何。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我们台湾一个斐洛西来台之后，把我们海峡中线就整个抹去了。现在海峡中线几乎这个大陆解放军随时要越过海峡中线就随时越过来包括到战机包括到他们的军舰都过来。那这次日本跟菲律宾搞这一拖画了所谓的 EEZ 经济水域这一画。结果没想到，我们自己的外交部居然在第一时间说肯定，这下一个肯定，就变成我们这个台湾海峡东部的海域就因此而失去了现在我们看到大陆他们的海警船现在派出了4艘在这边在这边执勤了但是这4艘大家注意到，不是四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4艘的吨位是非常大的，其中居然有1艘是万吨级的水警船那另外3艘大概都是5000吨、3000吨。但是我们虽然说派了一些我们海巡署派了一些船去驱离，可是我们的海巡署最大的1艘高雄号也不过就是3000吨而已，其他的大概都是600吨，那跟人家这个船只来讲的话是不成比例那为什么大陆他会派出这么大型的这种海警在这边巡逻？我觉得他可以做长时期的巡逻，因为海警船如果大的话，当然船上这个后勤补给油料是很充裕的。第二个，船上的这种官兵来讲的话，他生活空间也非常的愉悦，因为他们大陆很多的海警船都是军舰改装的，他将原来军舰放飞弹的那个区块就垂发系统那个区块改掉以后，变成官兵的生活空间。那如果说在船上有比较好的这个生活空间，那船只又大，耐波性又强，然后储存物资又多的话，当然它可以在海上执行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解放军我看到大陆海警这次派出来这4艘都是大吨位的。那大陆来讲，这个万吨级的海警船只有2艘，就这次没想到居然有1艘就到我们东部来执行。所以很明显的，我认为如果说派出这么大的船到这个东部海域来执行的话，很明显的，他会长时期留在这个地方，就不会说是好像来这个沾个酱油点一下就走了，他会长时期在这个地方，然后执行留守。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我不晓得我们外交部或者国安单位到底有没有一点警觉性？台湾海峡已经失去了，现在如果连东部也失去的话，那我们台湾还剩下什么？大家注意到这不只是经济海域，那我们台湾很多这个军事重点、海空军的重点都在花东地区。我们知道花莲每次这个一个汉光演习，第一个时间
说这个做战力保存，所以海空军都疏散到东部海域去了嘛，海军就到东部海域那边去苏泊，然后空军就转场到花莲机场。那如果说随时解放军一些或者是海警好了，一些这个大型的船只在那边随时监视到，我们还谈什么战力保存，还谈什么苏泊？所以东部战区已经可以说我们台湾已经没有说任何的一个战略纵深，这也是我们台湾自己要检讨的地方。如果说没有东部的战略纵深，没有任何这个做战力保存的位置，那我们将来台湾的防卫作战确实是非常的堪忧的。好，确实台海的问题一直引发关注。那最近在第一岛链上面这问题又突然浮现很多。赖老师怎么看？美金一世应该要涨一致哈，但是日本跟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很特别，经历过一堆事，但是就是不长智慧啊。已经多次了啊，中国大陆向相关的国家说，你如果片面改变现状，现状就再也回不去了。过去日本要片面的把钓鱼岛。我们台湾叫钓鱼台，国有化。你看大陆的海警船进去了，现在在钓鱼岛实施行政管辖权。阿基诺三世的时候要把黄岩岛把它收去啊，那现在中国大陆把黄岩岛收回来了，现在黄岩岛是完全掌控在中国大陆手中。这就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要改变现状，那现状一旦被改变，就再也回不去。现在又来玩一次了。日本在北边，菲律宾在很南边，中间隔了我们一个台湾啊。台湾头到台湾尾450公里，如果再加上两边的经济海域，那就是各加200海里啊，再加上这个450公里。那各位观众朋友想想，日本跟菲律宾的任何经济海域没有任何重叠的地方，是没有任何重叠的地方。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经济海域无重叠的地方谈何经济海域划界？所以日本要划经济海域要跟台湾划，菲律宾要划经济海域要跟台湾划，结果他们绕开台湾，两边自己就在那边划起来了。两边自己在那边划起来，可是日本跟台湾有重叠，菲律宾跟台湾有重叠，他们两个划起来了以后，那台湾他们如果划到我们的，他们相互承认的话，我们怎么办？所以当时赖清德政府刚开始表达这个欢迎的时候，我们气得半死啊，在这个节目中台湾的渔民紧张了、恐慌了，因为那是我们的传统渔场，而且是黑尾鱼的渔场啊。然后结果一看事态严重了，好像日本跟菲律宾没有要找台湾话，然后又改态度了，改态度说，不可以伤害到我们的权益啊。然后你这么软趴趴的，解放军的这个海警船已经过来了，不是解放军，大陆的海警船过来了。然后日本跟菲律宾说：“哎呦，我们两个划界不会影响到第三方。”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他们的善意不会影响到我们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了。”你可以建立在别人的善意上，你可以建立在菲律宾跟日本的海域划完了以后，那请问一下，宫古岛如果划到我们台湾的宜兰呢？那如果说今天石垣岛与那国岛划到我们台湾呢？然后，如果菲律宾的巴丹岛划到我们的这个屏东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渔民捕鱼的话，那就被菲律宾，而且他很有可能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台菲的这个海权的执法失掉了，对啊，把台日在钓鱼岛的这个捕鱼权失掉了，软土生绝啦，软土生绝啊！所以大陆第一时间就出手了，出手了以后。你民进党政府，你再怎么样，你要爱2300万台湾人，你要跟日本人表达抗议，你要跟菲律宾表达抗议，结果你没有，你跟中国大陆表达抗议。大陆现在在为他们的渔民跟为台湾的渔民维权，结果你却像跟大陆在那边对抗，我们看不懂、看不透，你不能理解，这代表什么？代表台湾人的利益其实要守住啊，拜托啊！不要出卖台湾人的利益啊！大家有发现吗？川普上任之后，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讲之前台积电的事情，我们也曾经讲过要守住台湾人的利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有没有听到这个耳朵里去。好，严教授怎么看？当然就是大部分这些周遭的国家，包括世界的强国，看到台湾海峡或者这两岸之间的这些矛盾，就很担心会有冲突嘛，因为。刚才前面一轮已经介绍过，会冲击到全球 GDP， 会冲击到这个供应链等等是。那
但是呢，为首的美国现在看起来第一个，刚才我们前面也看到，光是造船的能力现在已经是不晓得落后，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了。大陆已经造船造的成这样的，所以美国自己大概也看得清楚，又被绑在这个中东地区，然后包括还有乌克兰的一些承诺，所以美国真的大概大部分的人也认为说，美国真的管不了印太这边了就是他的承诺很难让大家觉得说可以完全的相信觉得说哇，有美国，因为你看中东国家，美国有基地的国家被伊朗照样打，对不对？那大家就会想到说，到底美国会怎么样？那我觉得看到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也感觉到美国好像力不从心，并没有想要真正的再有更多像当年奥巴马时代。这个国务卿希拉蕊提到了什么重返亚洲啦，再平衡亚洲啦。现在我看你们先去平衡中东吧，不会太高。可是我觉得我们官员蛮奇怪，也知道美国不太可靠，可是为什么会觉得说跟欧洲合作？欧洲人是最不想管我们这边的事情了，所以我也不太懂就是你这个思维，其实还是最终的还是解铃还须系铃，你就是应该把两岸关系给解决。而且我一直认为，我们如果能够带头把两岸关系处理得好、和平了，其实亚太地区都安全我必须这么，因为我做过就是在这个我们两岸关系和解的时候，我曾经到这个日本韩国去。那他们当时的就是前任的官员，我们跟智库里头见面的时候，跟我们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关系处理好，我们跟你来往都很自然，都不需要紧紧张张的，因为会担心得罪北京，不会嘛？就是两岸关系好，他们也跟我们有更好的互动，而不需要每天就因为要见你，然后可能要花一些代价。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付了更多，只是要求一些见面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可以创造出亚太地区和平，由台湾开始。那这些所有的包括东南亚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包括欧洲、美国，都会觉得说我们变成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而不是一个麻烦的创造者制造者。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到。那我觉得美国自己看，川普他们当然也看到美国的这个能力是有受到限制包括你看他们的这个智库也在担心，就是说到底你今天能不能够跟大陆我们就不要讲说是军备竞赛。就讲制造业我们就讲这个，就造船这个，就他们已经觉得说落后很多。那我也最近刚接触大陆的一些智库的人，他们也参观过当地的这个造船的制造业，他们自己都被吓坏了，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快这么多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必须要防范的。对，看起来美国也有点吓坏了因为呢，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还是霸权嘛结果没想到霸权一下就被别人超越了，甚至这个危机感已经浮现了所以这就是目前整个全球局势越来越升高的所在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谈。好，我们刚刚讲到台海那当然也牵涉到是第一岛链。那现在在第一岛链上面，朝鲜半岛有一件大事也就是习近平到了北韩。好，所谓的习金会，昨天中午的时候，习近平抵达了北韩。好，那当然北韩这边也有用盛大的方式来迎接，但是我们比较关注到习近平他强调要加强战略协调，也要推进中朝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也就是习近平他说要加强新时期中朝关系顶层设计跟战略指引，甚至他强调中方有3个不会改变。那3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包含第一个是高度重视中朝的友好坚定立场不会改变，还有对金正恩领导北韩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那第3个则是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跟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好，那这3个不会改变出来就是整个定调习金会的态度嘛。好，那当然我们要看到习近平抵达平壤国事访问这同框照不少人等蛮久，因为像我们昨天下午在讲的时候还没有同框照，是在稍晚的时候半天之后才释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夫妇步出机舱之后，金正恩跟习近平有热情的握手。好，不过习近
近平跟金正恩同框的影像到傍晚才上架，所以昨天没办法给大家看到习金两个人的这个会面的画面，我们今天才也一起公布。好，那过往川习会、习普会都是马上露出，所以大家就好奇啊，为什么习金会延迟了半天呢？好，那当然习近平访北韩啊，大家一直讨论会不会提到半岛无核化。好，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好，那中国大陆的官媒啊也有一些指出哦，我们先看到习近平时隔7年再访北韩，但是朝中峰会聚焦战略协作，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那中国的学者则是认为哦，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立场改变，而是中方此次更侧重的是通过高层交往这个务实政治互信哦，来维护地区和平的稳定，这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前提还有基础。那现在也看到啊，中国大陆的核武说啊，这个现代化的速度最快。那也就是瑞典智库哦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俄罗斯目前呢在核武上面有5420枚，美国有5042枚，推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已经从去年的600枚增加到620枚，说是目前核武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好，那当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习近平跟金正恩的一个新默契哦，说朝核问题声量骤降，说教训日本哦，提上了日程。也就是啊，以往中朝谈及国际政治的形势哦，重点涉及的就是朝鲜半岛的局势，但这一次习近平提到的霸权主义跟强权政治哦，看起来针对美国不严哦，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行径，则是针对日本近来一系列的右翼动向。所以看起来哦，针对美国哦，他们也有一些暗喻哦；针对日本也有一些讨论。好，那中国的军舰徘徊在日本海哦，传出习近平到北韩也要谈港口的使用权。日媒就有一些分析啦。好，我们看到中国海军近期在日本海部署了5艘的舰艇，好，活动长达约1个月。好，日本智库研究员就分析哦，说中国海军长时间在日本海活动，可能跟习近平访朝期间的议题准备有关，所以涉及北韩东北部罗津港的使用安排，那并进行事前海域跟监控环境的调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一天有一些学者也说啊，这个习近平到了北韩，也有可能哦是希望北韩跟俄罗斯之前关系比较密切嘛，稍微拉回来一点点，也可能有关哦。所以这可能在这个第一岛链上面的情势，确实也有一些不同的氛围效应。那日本当然是紧张嘛，哈，他们的官房长官说啊，高度关注习近平的访朝。好，牧原人讲到，因为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问题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影响很大。好，日本也会推进有关中朝首脑会谈的资讯收集，还有进行一些分析的工作。那高市早苗的部分哦，则是大家觉得啊，他现在对于实弹军演的情境呢，其实呢是有力攻击的能力，因为他们举行了历来最大的富士综合火力的演习。好，这场大型实弹军演，无论兵员或者是军备都比以往来的庞大。好，那当然认为说啊，想向外宣示日本的自卫队正式迈入有攻击能力的时代。好，也要强化太平洋的防卫，说日本的反舰飞弹发射器有直送南鸟岛，希望能拼明年启动射击的训练。好，那不止极音速飞弹有看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陆自富士总火演这个无人车跟机器狗也亮相，显示日本正加速推动地面部队无人化的发展，来因应未来的作战需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整个局势的样态确实跟以往不太一样。尤其习近平7年之后再到北韩，那当然引发了蛮多人的关注。我们先问赖老师，他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西方的媒体喜欢把这个整个舆论的方向带偏那他们有意的要带，那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西方媒体去歪楼。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的焦点都放在说，中国大陆对于朝鲜半岛、对朝鲜的核武发展的态度改变了都卷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由于美国跟以色列在去年就以这个伊朗拥有核浓缩铀去炸了伊朗，炸了10几天。那今年2月28号。
又以伊朗拥有浓缩铀发动了对于伊朗的战争。是。可是问题就是西方的媒体还有美国、还有欧洲、日本等这些国家都没有去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以核武的问题去打这个伊朗，为什么不以核武的问题去打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已经发展出核武了，为什么不去制裁以色列？为什么对以色列都绕开不讲了？以色列连小孩子都敢杀，连这个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的老弱妇孺4万多人都敢杀，他有什么不敢使用核武的？他当然敢使用，但是问题就在于西方人对于以色列都睁眼闭眼，对于还没有核武的伊朗却要去攻打他，这代表什么？欧美的国家对于自己制定的规则都不遵守了。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那就不要再跟我谈有关于核武的问题了。大陆要绕开核武的问题，直接跟朝鲜它的经济发展要更走一步路了。这除了，所以这次有这个我们也看到发改委就是有关于基础建设的主管也到了，然后这次董军也到了。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跟朝鲜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拉到跟俄罗斯快到俄罗斯的那个台阶了。目前来讲，大陆就有2个国家发展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思也就是背靠背了，军事安全是会优先考虑在彼此之间的合作的第一项下。这代表中朝之间的军事的合作各方面都往上走一台阶，我想这个是已经要走的路，而且会这样子走下去有关于核武的问题，坦白说，到目前为止还是美国跟俄罗斯最多，中国大陆跟他们的量体来比的话，差太远了。因为俄罗斯跟美国加起来占全世界85%，美国、俄罗斯每一个国家大概都有4-5千枚导弹核弹头。中国大陆1000枚都还没到，但是你看西方的国家又故意歪楼，说中国大陆发展最快，你发展再怎么快都没有你美国快，也没有你美国多，也没有你俄罗斯多，所以我倒觉得不要被他们带风向。不过我倒觉得提醒观众朋友，日本的宪法还没修改，日本的武器3原则才刚刚修改，他就马上可以去试射攻击性的武器，这代表什么？偷早就准备了，早就在发展了。是，严教授怎么看？我想这个朝鲜的问题当然过去我们看到从这个20多年前开始6方会谈里头都是希望达到无核化嘛，可是金正恩好像一直也就不管你们，一面跟你们谈，可是一方面呢要持续就是在试验这个核爆。那到现在为止就可以感觉到上一次大家推动的，包括这个川普也好，或者是拜登也在继续，都希望朝鲜半岛走向一个全面性的，而且是可以查证然后呢不能回头路的一个去核化。可是你美国过去你跟前苏联谈核武是我们刚刚也谈到核弹头，他们就说苏联最多嘛是，那就是有一个 ceiling， 有一个天花板先谈 limitation， 然后呢谈过以后那个叫 SALT 嘛，当时谈判的这核武谈判，然后第2个阶段变成是减低，结果你现在要朝鲜半岛，就是它已经发展出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你就让它全部把它毁掉，它白搞那么多年那你至少应该让它留一些嘛，说你不能发展到太多这有一个程度，就不是他们这个去核化又是非核化，这个很难讲到底是减核化、去核化、非核化，我们都不清楚反正就是叫这个 denuclearization 嘛。那可是对朝鲜这个金正恩来讲，哇，我老百姓勒紧肚皮，结果好不容易发展出来了，结果你现在叫我毁掉，我怎么对得起这些都挨饿了好多年的老百姓等于是说因为来自于美国压力，更何况你看到伊朗的情况，你就知道为什么刚才赖教授讲为什么不去打要求以色列，为什么没人敢打北韩？因为北韩可能就会对，因为他们已经有核武了，对，他可能就会报复你。然后北韩当然觉得说，我要是那么傻像乌克兰一样
把这个核武交出去，那就被打了嘛？那当然不可能。那我觉得这个立场以他们铁杆兄弟大陆来讲，慢慢我觉得大陆也会开始理解到双方这些大国，因为大陆过去没有参加国际秩序的制定，但他后来愿意加入以后都遵守。结果发现，我愿意遵守，结果你们反而不遵守，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跟你们玩下去？所以我觉得大陆光看这次伊朗的情况，再看看北韩的情形，他也没办法这么强力的，好像有这种责任感，说，朝鲜半岛要非核化虽然我们知道过去大陆立场确实是反对的希望是无核化的朝鲜半岛，可是看到这些。美国这样子跟包括俄罗斯啦，对这个乌克兰的情况，那你觉得搞不好有核武还安全一点？是，好，将军怎么看？有一个记者去问川普说你为什么要打伊朗？我们怀疑他有核子武器。那你为什么不打北韩？因为他真的有核子武器。我想这个笑话里面在网络有传了一段时间哈。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个见面，其实谈的东西当然很多了，但是我 focus 在一件事情，就是罗津港的这个使用因为中国大陆整个东三省是非常大，可是整个东三省居然没有一个出海口，它所有货物或者是军舰出海口必须要从这个辽东半岛那个地方从辽宁省那个地方才有出海口。那尤其是说我们讲军事来讲，海军在这边，他如果说要到日本海的话，一定要经过对马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左右两边，一边是南韩韩国，一边是日本。当初你知不知道，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就是在对马海峡，俄军的这种舰队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被歼灭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这种隘口了那当然，如果说大陆的海军解放军能够在日本海，也就是北边那边有一个进出港，有一个港口来讲的话，对日本的威胁是非常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官房长官会这么紧张现在当然是陈平时期，那这次配合这个习近平到朝鲜去访问中国就摆了5艘的军舰在日本海那边绕，其实目的就是要跟朝鲜谈是不是罗津港这个地方开放给中国来使用。那除了说军用之外，当然东三省的所有的民用的物资，包括农产品，包括工业设施，也可以从这个港口直接经船运，就不用说陆运到这个辽宁那边再出来，直接从这边就船运到上海。其实对运费来讲会节省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地缘战略上面的布局。这也就是日本的官方长官，其实我觉得不止日本官方长官会紧张，包括到日本的这种这个所有各级的他们大概政府都会很担心。如果说解放军在这边有一个港口，那海军在这边进进出出的，对日本的东北部来讲就是一个威胁。其实我讲这是高市早苗这一次所谓富士山的演习，其实他演习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如果一个岛被夺取、被攻占之后，他要把这个岛被攻占岛再夺回来的一个演习。夺岛演习，夺岛演习，大家想想看，日本到底要夺哪个岛？是琉球吗？还是台湾，还是菲律宾？我跟各位讲都有可能是不是就是因应高市早苗讲那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如果有一天台湾被解放军占领了，他要协助台湾把这个岛夺回来，我不排除这种演习有这个目的在里面。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们，要给大家一个最新消息，因为美伊开战到现在其实有一个最新的动态，就是呢，纽时报道说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落赫姆兹海峡附近那2名机组成员是成功获救。好，这是被川普证实那到底是被伊朗攻击还是机械故障？美国官方目前没有最新的回应，但我们确实看到目前纳坦雅胡的位置跟角色有一点尴尬我们看到川普还警告纳坦雅胡，他说 ：“Bibi， 你最好小心点。”Bibi 呢就是纳坦雅胡的昵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川普叫纳坦雅胡 Bibi 那不知道纳坦雅胡叫啥川吗？不知道。好，那当然现在看到他说你最好小心点，否则你很快就只能靠自己了也就是以色列如果执意要跟伊朗重启全面战争，就可能失去美国的支持，最后就只能独自作战。好，那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战场也开了，就是也门胡塞组织哦，他们是宣布封锁以色列红海航线，全球的航运恐怕就会再遭到重创。好，那这个是胡塞组织，也是伊朗支持的嘛？哈，将全面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那也说啊，所有敌方的行动都是合法的军事目标。那以色列舰艇也在红海沿岸发射了1枚拦截飞弹，成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面哦，就是最新曝光的。那不顾川普反对也要打，说以色列短暂的攻击，那伊朗背后的战略也有盘算哦。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这个举动就在向华府表明，以色列应该在和平谈判桌上拥有发言权。但是川普到现在一直把以色列排除在美伊的谈判之外。那纽约现在联储5月调查也敲警钟哦，说美国的家庭财务忧虑其实升到了近4年的一个高位。好，这是纽约联邦银行公布5月的消费者预期调查，发现呢，较12个月前糟糕得多的比例升到了13.3%，比4个月增加哦，这个大约是2.7%，也创下了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准。那甚至美国线的货柜海运价也又要涨，所以市场预估说啊，美西美东的航线6月15号之前可能会调高报价。好，说啊，美西的航线将会站上$5000，美东的航线会达到$6000，都会写下这1年来的新高。好，那当然现在大家美国最关心的就是通膨哦。那大家就有华尔街的知名经济学家，他就分析说，伊朗战争呢，他觉得不会在其中选举前结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啊，现在这场战争已经变成川普解释国内高物价跟通膨问题的完美代罪羔羊。怪不得之前川普曾经讲过，我不 care 哦，他当然不 care，因为呢，这是他的代罪羔羊嘛，哦。那川普他现在还蛮自恋的，他做了一个 AI 影片哦，但是这个 AI 影片被骂翻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是 AI 的啦，那当然他就说全世界都热爱他哦，而且还有多个超现实场景哦，不断标示着这个舞蹈哦，那就是他熟悉的这个舞蹈。好，那这个影片哦，其实有一些非洲跟原住民族群的描绘哦，被指大量依赖刻板印象，例如像是脸部的彩绘啊、蛛丝跟羽毛头饰，那以美国国旗作为背景元素哦，就有网友批评说，他把多元文化简化成单一符号来进行呈现。好，但这就是川普嘛，真的不意外。但问题就在他去了 NBA 的现场，我们带大家来看画面哦，嘘声不断呐，因为这个球迷啊，觉得他高规格的安检措施让尼克主场麦迪逊广场的花园陷入了严重的排队动线瘫痪。甚至刚刚严老师还说，好像还输球了嘛，对，尼克输了，所以真的是反指标啊，哈。好，那看到了这个安检画面也疯传哦，那马刺抱怨安检不便，所以参议员也痛批啊，你去真的是扰民。那舒默说啊，这个晚上的焦点应该是球员、比赛跟球迷，就川普一如既往的想把焦点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哦，容不得别人一晚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连酒吧的生意都因此受创。所以美国网友骂翻啦，说球迷花$1万以上买票忍受了安检的延误，但是你可以看到川普竟然是睡着了，错过了比赛精彩的那难怪尼克会输嘛都睡着了。好，那当然整个这个川普对美伊战争的情势，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最新的状况，就是美国的阿帕契直升机坠落在赫姆兹海峡附近，好，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我们一样先问赖教授怎么看？川普真的是无法解决赫尔墨兹海峡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他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问题，他真的没办法解决了。他用尽各种办法，他用尽各种手段啊，这个虚张声势也好，危言恐吓也好啊，军事实力的打击也好，那他都无法解决。现在的兵还屯在那个地方，撤也不是，打也不是，就在那个地方驻守在那个地方。士兵目前传出来他们的士气有问题了，军官的士气有问题了，因为你一个兵一直保持的这种戒备的一个状态，那一直长期的戒备已经100多天了，这紧绷，而且事实上是
生活会越来越无趣，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无聊，然后慢慢的会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可是就被派驻守在那个地方，5、6万的大军驻守在那个地方，航空母舰撤也不是，留也不是，然后不断的在那边轰来轰去，然后呢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所有的政治谈判全部焦灼。现在看起来双方都不想打，但是也没有要停。所以就变成零零星星的这样打来打去，好像在打一个什么没有人看得懂的战争，也不算战争的战争，就是你丢我2个弹，我丢你2个弹，然后就不断的在这样玩这个游戏。川普就一直还是认为可以用谈判来解决。那谈判的问题就在于伊朗的底线摆明摆的就是我就是这5点，赫尔木兹海峡交换停战，而这个停战是全面性的停战，包括对于哈马斯，包括对于这个真主党，包括对也门所有的停战，而且你要解除对我的封锁，也就是你的封锁换我的封锁，还有包括停战，然后浓缩铀的问题来交换你对我的制裁，还有就是我的这个240亿海外被冻结的资产，或者250亿你要解除。那川普就说：“对不起啊，我要把你那钱拿来作为这个你打的相关国家的重建基金。”对不起啊，中东没有一个国家敢收这个钱，他们没有必要收这个钱。第一个，他们够有钱；第二个，他们没有必要收这个钱；第三个，你如果川普真的把那个钱用掉的话，你更麻烦，因为你以后那个伊朗跟你要回来，跟你讨得没完没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这个战争在中东地区，你短时间到底要怎么结束？他一直讲说快结束了，快结束了，但是大家都看你根本没有要结束的能力，也没有要结束的可能性。好。那就一直这样拖下去，慢慢的大家也都觉得说习以为常的。可是问题是，它影响的一直还是继续。例如说，货运、海运的运输价、能源一直没办法解决，然后永远呈现出这个油价的不稳定。而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最主要是油价要稳定，油价不稳定，经济发展就有困难。现在川普变成全世界都讨厌，不过他已经学会了一招，就自嗨就好，而且他的狗腿只要把他嗨到底就好。那我想他这样活得也开心嘛。可是他一个人活得开心，全世界都不开心。对，那自嗨的另外一种就是阿 Q 胜利法了，只要他自己觉得 OK 就好了哈。将军怎么看？这个美军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到底什么原因坠毁？当然有很多的揣测了。可是，在战场上面坠毁。那第一个大家联想到的是不是就是被伊朗的刺针式的飞弹不是刺针啦，他们监射型的飞弹打下来。那上次美军已经证实了，它这个监射型的飞弹居然可以将美军的 F-15战机击落。那当然，在荷姆兹海峡，如果说是用这种监射型的飞弹，确实有可能击落这一架阿帕奇直升机。那阿帕奇直升机这时候到这边干什么呢？很明显。他是准备担任封锁伊朗船只的任务。我们听到很多这个伊朗很多船只从港口出来以后，经过荷姆兹海峡，美军就叫他赶回，要他回去。他如果不回去的话，就会对他攻击。那这一艘这个阿帕奇直升机是不是在这边正在执行这个要将这个伊朗的那种货轮让它封锁在这个港口里面，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坠毁。那如果说按照这样计算来讲的话，我自己算前阵子美军自己公布，伊朗这场战争它总共坠毁的各型战机就已经有42架，公布之后又有2架的这种 MQ-9无人机被坠毁。那如果再加上这一架如果算起的话，美军在这场战争里面最少已经付出了45架战机的坠毁，可以说金额是损兵折将，金额是非常是不小的了。那但这场战争短期之内确实不容易看到结束。那不容易结束的原因，我觉得跟 Bibi 有关怎么讲呢？因为 Bibi 一直在黎南地区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作战。那短时间之内，我个人研判这场战他对黎南战争是不会停。那你既然去打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那当然伊朗就有这个借口理由他就用导弹去攻击以色列虽然说是被拦截下来，第一波被拦截下来以后，以色列就派了飞机去轰炸德黑兰。那你轰炸完德黑兰以后，伊朗又用导弹去攻击你以色列，所以这个以色列跟伊朗这段时间双方的过招来回，如果说我这样计算的话，
光这2天最起码是3趟。那当然，如果说是伊朗跟以色列又重新开火，当然战场上面这个以美国跟伊朗来讲是不容易达到所谓的停火的协议这是不容易停火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川普现在非常急，如果说是双方来讲到现在一点停火的意愿都没有，那伊朗可以说他讨价还价，讨的价码越来越高从这个核子的谈判到现在要这个解除对他的所有经济制裁，跟这个解冻他对他的资产的冻结，可以说伊朗的态度越来越高。那当然，川普来讲的话，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自己面临自己通货膨胀，真的是一个头2个大。好，确实他自己这个国外国内的压力都不小。严老师怎么看？但他还继续自恋嘛继续放这个 AI 的。那我觉得他放 AI 这个，好像说大家都喜欢川普一样，有点这个意思。全世界都到处走走嘛然后你看骑个狮子啊。可是他对原住民非洲的这个文化，非洲已经不是这个我们传统当中这种刻板印象，那当然会引起大家反弹。特别是几天前，他才把非洲7个国家增加了12%的关税那你要去想对比5月份开始，大陆是对所有的非洲国家是免关税除了我们的邦交国斯瓦蒂尼之外那表示是说，川普你还在欺负非洲人嘛？那所以非洲当然会有反弹。那我觉得最有意思，这个放出来这个 AI 合成的，为什么不看？你去没他讲到他去中国大陆忽然变乖的样子，忽然没有办法跳舞的样子就没有了全部都是他好像这种。那我觉得川普，你看他去看这个球赛对不起，川普，我不记得你如果说是看高尔夫，我可以接受，因为你太爱高尔夫了。如果是看篮球，一定该找奥巴马打篮球打得还不错，而且还投3分呢，很喜欢打球的。那川普，你平常不看这个，你就是要凑热闹。你在纽约去凑热闹，你看尼克队50多年来都好不容易再要争取，已经2-0领先了，在客场赢了2场，回到主场应该再赢1场就马上就要听牌了。结果你去看，把他们带赛一下最后输掉了比赛。我觉得尼克的球迷一定会很生气。我们好好的已经要赢了。结果呢，你跑进来，让我们看球也不顺利，然后呢还耽误了时间，然后最后你自己还睡着，你根本就不喜欢看篮球，你喜欢打高尔夫，好吗？换一个人，换奥巴马看，大家可以接受。换有一大堆球迷包括明星，像尼克队主场一定有那个 Spike Lee 那个黑人那个导演，他的一定会去看的。那这种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很自然，因为你们就是喜欢。以前那个 Jack Nicholson 也是洛杉矶那个湖人队的主场，他一定坐在那看。你就是要炒这个新闻热闹，他想要蹭呐，想去蹭一下，他们俩2-0领先的，我一去，变成听牌了，就你一去。主场反而输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糟糕。那我觉得看川普这种把所有的这个媒体的焦点都要把它放在自己身上，可是呢，你又常常去得罪媒体，我觉得这点是很奇怪。我们之前在看到他跟那个 NBC 的这个记者在专访在吵架嘛，所以你到底是要想什么？你是觉得是说负面的新闻也是好新闻吗？反正只要创造出大家每天都要谈川普我就对他来讲就满足了他的这个自己的这种 ego。我觉得这个是川普现在最大问题。那你现在碰到Bibi 不太理你了然后照样走他的路线，你又去教训他。